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印度媒体叫嚣攻击掠夺中国领土，解放军高原亮剑被炸，炮兵与无人机协同演练作战，上演花式打印震慑印军。中印双方目前关系仍处在低谷，边境地区的局势也是持续紧张。印度持续增兵边境地区，意图形成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最终达到侵占中国领土的目的。在国家领土问题上，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了。解放军对印度的狼子野心也是非常清楚。日前，中印外长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进行过会晤，但是中印双方关系并未有所好转。印度外长苏杰生甚至表示，双方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有媒体报道，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了20万大军，并且将印度最先进的 K9 自行火炮部署到了边境地区，并且印度斥巨资从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斗机也被部署到了中印边境地区。面对印度咄咄逼人的态势，解放军自然不会让印度的野心得逞。据央视军事报道19号报道显示，近日解放军新疆军区炮兵与无人机进行了协同演练，远火炮兵对无人机提供的侦测数据进行了精确打击，成功摧毁了敌方目标。同时，西藏军区的边防官兵也进行了多武器实弹射击训练，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迫击炮、重机枪等多种武器轮番上阵，并且解放军第81集团军某旅也在高原上展开了远火实弹训练，在没有雷达气象侦测的恶劣情况下，依然凭借火炮自身的精确制导能力，稳定准确地命中目标。在中印边境持续紧张之际，解放军展示了各种花式打印训练，检验了解放军在高原、荒漠等恶劣环境下的作战能力，证明了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能击退来犯之敌的能力，也是对边境地区蠢蠢欲动的印度军队发出了强硬警告：一旦来犯，将让他们有来无回。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未来的边境策略将从防御性质转变为进攻性防御，让边境的印度指挥官在必要的条件下有更多的选择，甚至直接攻击和掠夺中国领土。从印军的举动和印度媒体的态度，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印度对我国敌视的态度将不会消失。未来中印边境紧张的局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我们还要小心印度会主动发起攻击，侵占我们的领土。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人民解放军，他们有能力守卫好国土。只要中国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印度将会无机可乘，侵占领土只能成为幻想。希望印度在看到解放军花式打印演习之后，能够看清解放军的能力，也看清自己的能力，不要再对中国抱有觊觎之心。曾经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战胜你们，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依然能够打服你们。如果不认清局势，继续挑衅，那么历史终将重演。这次的教训将比上次更加深刻。美涉台行动加剧，有90%岛内民众不接受统一，西方媒体坦言，但是会有许多国家选择中国。自几十年前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逐渐上升，为实现大国双边关系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正如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正处在100年未有的大变革中，国际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如此复杂而激烈的变化，许多观点都认为，中美关系正经历着1979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一切的变化，皆来自美国对台海态度的转变。在有着美国人明里暗里的撑腰后，对于大陆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原则，台当局近日展开民调，调查岛内民众对此的态度。据统计，近90%的民众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两岸的未来应该由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由14亿人做决定，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一政策。同时，还另有70%的岛内民众认为，疫情结束后应严格查验大陆人士来台的申请。也就是说，有90%的岛内民众不接受两岸统一。对于这一结果，有西方媒体《现代外交》坦言，美涉台行动加剧，看似给了台湾更多的勇气，但这会让中美将陷入零和博弈。然而，就现在而言，中国除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外，中国当下作为第一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几乎是美国的2倍。所以，如果各国因为台海问题而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很多国家都会选择中国。对此，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认为，美国当前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削弱中国。从本质上看，中美关系无非就是典型的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的竞争。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思维局限，以自身不到300年的历史更替作为前车之鉴，认为中美一定会爆发激烈竞争，甚至认为中美必然会爆发激烈战争，甚至是核武器冲突。但是，美国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从上到下有5000年的历史，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避免中美之间产生零和博弈。
中国一直强调中美要合作，不要对抗，想要取得长期发展就不能没有中国。很遗憾，美国宁愿损害自身利益，也拒绝与中国合作。就像是台海问题，由于历史的偶然，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成为了一个浪子。但毫无疑问，浪子也必须回头，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哪来的勇气？英国竟然敢叫嚣在日本永久驻军，关键时刻，西方为何却要请中国帮忙？解放军又是什么反应？日前，在英国与日本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战斗群将于9月抵达日本以后，在该地区永久部署2艘军舰。前不久，该航母打击战斗群刚经历军舰故障，上百人感染新冠病毒。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英国海军不仅没有停止航母前往南海，如今甚至叫嚣要在日本驻军。根据报道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会停靠在横须贺基地，而这正好是驻日美国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很明显，英国一系列做法就是仗着有美国撑腰的情况下，为未来的局势做准备，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该国显然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未来分一杯羹，不然不会在日本驻扎2艘军舰。事实上，不管英国驻扎2艘军舰，还是一个航母编队，都无法分得什么羹。原因很简单，这次英国、美国甚至日本面对的绝对不会是伊拉克那样的对手。就英国那点军舰，我国还真不担心它会给东亚造成什么威胁。就拿航母编队来说，仅有的2艘4-5型驱逐舰钻石号和卫士号因出现故障，不得不脱离队伍，而整个航母编队也就只有1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1艘卫士号驱逐舰、2艘护卫舰以及2艘支援补给舰。如此看来，英国海军能在日本留下什么军舰一目了然。说白了，英国留下的军舰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即便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想改变东亚局势，也无异于痴心妄想。就这，英国就算部署了军舰在日本又如何？对中国构不成什么威胁不说，一旦惹怒了解放军，英国那点战斗力能起什么作用呢？反观英国带头冲锋，算是玩大了。中国好说话，可不代表好欺负。如此步步紧逼，迎来的只会是惨痛的回击。当然，英国能够对外宣布这样的决定，对于整个东亚局势来说，虽然值得周边国家警觉，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军早已严阵以待。毕竟英国此次举动已经预示了美国、日本的预谋，也正因如此，这次西方必须要请中国帮一个忙。至于是什么忙，自然是求解放军能放他们一马。英国的挑衅，美国、日本的支持，迫使解放军不得不放弃幻想，准备跟这段时间以来频繁挑衅的西方算总账了。一次又一次的叫嚣，全然无视中方的多次警告。既然软的不吃，就别怪解放军来硬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解放军完全有能力趁此机会在临近中国家门口将挑衅者一锅端。届时，美日英甚至是其他国家一个都跑不了。拜登拉拢小弟访华正起劲，不料后院却起火，美国自由民主的灯塔坍塌，恶华或成为一个笑话。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开始对中国采取遏制打压的策略，两国关系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本以为新总统拜登上台以后会对中美关系起到一点改善作用，但是没想到这个战争狂人打着美国又回来的旗号，在接盘前任政府的恶华战略基础上，还将打压中国的问题造出了新的高度。结合近期的报道，我们得知，拜登政府除了拉拢众多小弟，在各个领域对中国实施围堵以外，还频繁地打出台海牌来对中国施压。6月6号，3名联邦参议员搭乘美国空军的C-17运输机窜访台湾，并会见了台当局领导人。7月15号，美国方面又以运输包裹为由，让一架美军C-146A 猎狼犬战略运输机降落台岛。7月19号，美军一架C-130任务专机为了运送所谓的外交邮袋，又再次从菲律宾马尼拉机场起飞，于中午时分降落在了桃园机场。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机在短短2个月内就3次抵近台湾地区，这种抵台频率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可见美国现在为了试探大陆的底线，已经到达接近疯狂的状态。而这种无视一中原则的挑衅，很容易触动台海战争的按钮，从而将中美引入一个更高烈度的对抗中。但是让拜登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拢小弟们访华正起劲的时候，美国后院却燃起了大火。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称，近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活动，导致美国警察和民众的冲突有所升级。据悉，该运动已经在推特上被打上“救救美国”的标签，而且还有2段现场视频，引发众多网民的强烈关注。一段视频内容为10多名美国警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使用警棍对示威者进行殴打；另一段则是一群美国警察持枪与示威者对峙，还有1名警察对一位示威者开枪，后者腹部中枪倒地呻吟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
引发了大量美国民众的愤慨。他们不满警察暴行，呼吁自由，继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加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甚至还有部分民众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发出“中国救救我们”的呼唤。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民众的这种呼声映照出了被许多人描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实际上也有不堪的一面，而他们还经常用所谓的人权问题来攻击中国，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最后我们想说，中国是不可能响应美国民众的呼吁，干预美国内政的。在现在的局势下，只有美国政府及时醒悟，不再执意反华，他们才有可能发现自己本身的问题，否则随着矛盾的加深，到时候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美国的日子都将不会好过。